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人 Michael Saylor 还有他的公司微策略。他们搞了个什么事儿呢？可以说是金融界一场价值几百亿美金的比特币豪赌。而这场豪赌的背后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听起来还有点意思，一个叫五位融资法，另一个叫比特币飞轮。咱们今天就来把这给说透了。好，那咱们今天都聊些啥呢？首先啊，咱们得先看看 Saylor 这个人他以前经历过什么，才让他后来这么痴迷比特币。然后重点来了，咱们得拆解一下他那个听起来挺复杂的五位融资法，看看他是怎么弄来那么多钱的，之后再讲讲这个钱又怎么驱动他那个所谓的比特币飞轮。最后啊，咱们一起评判一下他这套打法到底是天才神操作呢，还是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要真正理解 Saylor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激进，咱们必须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那一年发生的事儿，可以说塑造了他之后所有的人生选择。负 99%， 你没看错。当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啊， Michael Saylor 的个人财富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蒸发了这么多。你想想，几乎是全部身家都没了。这种经历说实话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也正是这次打击彻底改变了他对钱对金融的看法。你看他本来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创办的公司在互联网泡沫里风光无限，结果呢，泡沫一破，他就从云端跌到了谷底，财富几乎归零，这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开始非常深刻的反思。这次的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极度不信任。你看他说的这话，法定货币就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冰块，他觉得钱放在银行里就是不断的被通胀给侵蚀掉，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满世界的找，想找到一种真正能保持不会融化的资产。这一找啊，就是好多年，一直没找到他心中那个完美的答案。直到2020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道闪电，一下就让他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做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没错，就是2020年的疫情。当时各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啊，开始疯狂印钱。Saylor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完了，他那个融化的冰块的比喻就要成真了，而且融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他觉得所有人的法定货币的财富都处于危险之中，必须马上找到一个避风港。然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比特币。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一边是中心化控制可以无限印的法币，另一边呢是去中心化总量恒定的比特币。在他眼里，这简直就是他苦苦追寻多年的完美货币啊！稀缺谁也控制不了，谁也无法随意增发让它贬值，这就是他的答案。好，既然找到了信仰，那接下来就是行动了。Saylor 二话不说，开始把他那个做了几十年的软件公司微策略转型成一家可以说是一家比特币公司。但问题来了，买比特币得有钱呢，而且他买的不是一星半点，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规模，这钱从哪儿来呢？OK， 这就到了他最牛的地方，他的融资策略。他想了个办法，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他的目标，不管你是哪一类投资者，不管你喜欢什么口味，我这都有一款产品适合你。就像你去冰淇淋店，有香草的、巧克力的、草莓的，总有一款你愿意掏钱买。你看呢，他搞出了4种不同风味的优先股，给那些求稳的保守的投资者就提供股息高有保障的，给那些喜欢冒险追求高回报的猎手就提供收益更高的，甚至还有利率跟着市场变的。可以说每一种都是为特定类型的投资者量身定做的。当然了，除了这些优先股，公司也卖普通股。这么一搞，微策略这家公司就不再是个单纯的软件公司了，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能间接投资比特币的公司。但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也是它整个策略的基石，就是这些融资方式都是长期的，而且是无抵押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安全点。意思就是，就算比特币价格哪天突然暴跌，跌得惨不忍睹，也没有人能逼着微策略说你必须卖掉比特币来还钱，这就给了他穿越牛熊的底气。好，咱们刚才说的这个5位融资法其实只是燃料，有了燃料还得有台发动机才能跑起来。那它这台发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比特币飞轮。什么叫比特币飞轮呢？简单说，
就是一套能让公司价值和比特币价格互相推动、互相循环的策略。Saylor 觉得这可比你直接买个比特币 ETF 要高级多了。为什么呢？因为 ETF 只能被动的跟着价格走，而他可以拿着筹来的钱主动出击，去影响市场。这玩法可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上市公司对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方式。那这个飞轮具体是怎么赚的呢？你看啊，第一步就是通过咱们前面说的5位融资法，低成本搞到一大笔钱。第二步，拿着这些钱在市场上公开大规模的买入比特币。你想啊，这么大的买盘一出来，自然会推高比特币的价格，对吧？第三步，比特币一涨，持有大量比特币的微策略公司，它的股票价值也就水涨船高了。第四步，股价高了，公司再去融资就更容易，条件也更好。然后呢，拿着这些新融到的钱，再重复第一步，接着买。你看这个轮子是不是就自己转起来了？所以就像 Saylor 自己说的，这简直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了。就像一枚不断加速的火箭，它的核心动力就是比特币的稀缺性。它就是要打造这么一个能永续创造价值的机器。不过这台机器要一直转下去，有个绝对不能碰的安全阀，或者说是一个死规矩，那就是 HODL 原则。 Hold on for dear life， 死也要拿着，绝对不卖。在 Saylor 看来，只有永远不卖，才能保证这个飞轮在任何市场波动中都不会停下来。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微策略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了。那么问题来了，他这套玩法到底是教科书级别的天才之作，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赌博？咱们来看看两边的观点。看好的一方，也就是 Saylor 自己，他觉得比特币就是终极资产，这个飞轮可以一直转下去，公司市值上万亿都不是梦。但是看空的一方，也就是那些批评者，包括像标普这样的专业评级机构，他们就觉得这太疯狂了，这不就是把公司所有的宝都压在一个波动性极高的资产上吗？风险实在太集中了。不过 Saylor 本人是信心爆棚啊，他还算了一笔账，他说就算比特币的价格夸张一点，暴跌 75%， 公司手里剩下的比特币资产照样能支付那些优先股股东未来37年的股息。你看，这就是他的底气。说到底呢， Michael Saylor 就是把他自己和整个公司的命运全都压在了比特币的这个信念上。他这个比特币飞轮究竟会是一台创造财富的永动机，还是说它飞得离太阳太近，最终会坠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了。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